产假是女性员工在怀孕及生产后法令所规定应享有的权益。为了让女性员工在生产前后可以更放心地向雇主请假，法令也特别规定呢，如果年资满6个月以上的话，产假期间薪资应该要照常发给；而如果年资未满6个月的话，也可以领到一半的薪资。不过，假如员工刚好在请产假的期间内年资满足6个月的话，产假薪资究竟应该要全部减半发给，还是应该要分段计算呢？Hello，大家好，我是 Sean，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产假对女性员工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假别，但是因为相较于其他假别来说，产假的期间较长，而且对雇主的人力运用影响也比较大一点，所以为了让劳资双方有比较明确的依据可循，这支影片呢就想来分享一下这个议题，也会在最后提供给大家我们过去特别去函主管机关之后独家取得的公文以及解答哟。产假的细节分别在劳动基准法以及性别平等工作法中都有相关的规范。依照劳基法第50条的规定，员工在分娩前后，雇主应该要给予8周的产假，就算是怀孕3个月以上，但是不幸流产的话，也应该要有4周的产假。再依照性工法第15条的规定呢，如果是怀孕2个月以上未满3个月而流产的话，也应该要有1周的小产假；而如果是怀孕未满2个月流产的话，则应该有5天的产假。产假是女性员工非常重要的权利，特别是在少子化而且性别意识抬头的今天，如果社会中有哪些的企业任意剥夺员工的这些权益，相信应该也会受到不小的挞伐吧。以前的年代啊，或许还可能会有雇主主张劳工自愿放弃了产假权利，所以劳动部还曾经在80年做出相关的解释，特别强调产假是法律明定让女性员工停止工作的强制规定，不得以个别的劳动契约约定来抛弃这项权利。顺便也补充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孩子不见得都能在预产期出生吧？而且有些妈妈到怀孕末期，其实就已经不太适合继续工作了。虽然法令也有安胎休养假的规定，但是毕竟安胎假的薪资计算是比照病假办理的，有时候一些新手妈妈在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之下，也不见得能够安心的请安胎休养假。劳动部在88年及105年都曾经做出解释，有提到法令既然是明定劳工分娩前后应该要停止工作，因此如果女性员工是想在产前4周提前开始请产假的话，这样子也是可以的。但是最晚产假呢，仍应该在生产日开始计算，而且要依例计算，连续请完。再来也想跟大家讨论一下产假天数的议题。如果去查了一下劳基法第50条的立法理由，就可以发现产假的规定是在民国73年就沿用了劳基法的前身，也就是工厂法第37条所制定。如果再进一步去查找工厂法的严格，就可以发现呢，最早在民国18年国民政府制定的版本中，就已经有提到女工分娩前后应停止工作共8星期，工资照给。也就是说啊，8周的产假已经是上个世纪的规范，当时候的中国还在军阀割据，而台湾还在日据时代的中期啊。现今是否有修法与调整的必要呢？真的是很值得大家讨论的事情。事实上啊，近年来立法院也都有修法延长产假的声音出现，BBC 对此也有做出完整的报道，但是在各方都有诸多意见的情况之下，目前看起来还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我个人是认为啊，产假延长后的配套措施应该可以考虑同步修订就业保险法的规定，让产假期间雇主应负担的成本由就业保险基金来支应。这样子对雇主来说，员工请产假就会像育婴留职停薪一样，员工请假期间的经济支持会由缴纳就业保险基金的劳资双方们共同负担。对于企业来说，虽然同样会有人力的缺口，但是不至于要独立负担这么长时间的人事成本。当然啦，我相信这个议题一定会有很多的面向与因素要纳入考量，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也欢迎在留言区提出来与我们一起讨论哦。还是回到这部影片讨论的核心吧。有关于产假的薪资计算，在劳基法第50条第2项已经有明定，受雇工作在6个月以上的话，停止工作期间工资要照给；未满6个月的话，则是减半发给。因此，从法令的文义来看呢，只要年资满6个月的女性员工请产假的时候，雇主就应该要照常发给全薪。不过，有些劳工每个月的薪资可能都会受到像是绩效奖金啊、全勤奖金或是其他不固定性的奖金影响，导致每个月领到的工资都不见得是一样的金额。这个时候又该怎么样计算薪资呢？
我们可以参考劳动部103年发布的解释令，其中有提到法令所说的工资照给，如果是时薪制或是日薪制的劳工，指的是生产前一个工作日的正常工时工资；而如果是月薪制的劳工，则是生产前一个月的工资除以30天后换算为日薪，接着再依例计算。同时也有提到一个但书，那就是如果金额低于最近6个月的平均工资的话，就应该要以平均工资的标准为主。简单来说啊，就是看哪一个计算出来的金额比较高，就以哪一个金额为准。对于薪资会浮动的工作者来说，近期可以领到的薪资反映在产假期间的薪资，对劳资双方来说也是比较公平的计算方式吧。不得不提醒一下，未依法计算员工产假期间薪资而违反劳基法第50条规定的话，会面临到9万元以上4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也会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我们来看看近期的案例吧。某家公共托婴中心在计算员工的产假薪资时，没有将具有工资性质的加给纳入计算，可能也没有再比较一下计算的金额与平均工资哪一个是比较高，因此啊就被劳工局认定违法而开罚了。从这起案件的诉愿决定书中可以看得出来，被处罚的这家机构其实是有承认少罚的，但是也认为呢，劳工局把一些具有争议的津贴都纳入计算，不承认劳工局的计算方式是合理的。如果我用很简化的方式来说的话，就是机构认为啊，有些津贴实际上为加班费的性质，所以就没有纳入到产假期间的薪资计算了。然而啊，劳工局在诉愿的答辩中有提到，他们认为这些争议的津贴实质上都不是加班费的性质，就算退一步来说是加班费的话，计算平均工资的时候也会纳入计算。所以无论怎么看呢，产假的薪资都是少给的，就算这家机构事后补发了，也没有办法免除这个处罚的责任。总而言之呢，诉愿审议会后来是支持了劳工局这方的说法，认定该雇主在这个部分因此而被裁罚是有理由的。虽然后续还是可以透过行政诉讼来救济，可是如果败诉的话，可以想见少算了3000多元的产假薪资，而要多付出9万元的罚款，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回到影片标题的疑问吧，我们既然已经知道员工在年资满半年的时候请产假应该是有全薪，年资未满半年的话则是半薪。不过如果是在服务年资未满6个月的时候，就向雇主请求产假，并且呢接着在产假期间内年资刚好就满半年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雇主计算产假薪资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以下2种的计算方式。第一个呢是认定这名员工因为提出请假申请时年资未满半年，而全部产假期间的工资都应该要减半发给。第二种呢，则是将员工请求产假期间用年资满半年的时间点来分段计算，也就是未满半年的部分工资减半发给，满半年之后呢，则是工资照给。不知道你觉得哪一种的计算方式比较合理又比较适当呢？讲白一点第一种计算方式对于资方来说是比较有利的。而第二种的计算方式呢，则是对劳方比较有利的。虽然两者计算的金额落差可能不算很大，可是，在法规不明确又没有相关公开解释令的情况之下，劳资双方可能就会因为计算上的差异而产生了争议，进而破坏了好不容易建立好的劳资关系。因此我们为了了解主管机关的意见，过去就曾经发函向劳动部寻求解释，而后来劳动部又再将案件转由高雄市政府劳工局来回复，因此我们才可以收到正式的解释，并且了解一下官方的见解。从我们收到的公文来看劳工局引用了一则没有公开在劳动法令查询系统的隐藏解释令。从这则劳动部98年发布的解释令来看，有明确的提到，如果劳工在开始请产假时年资还没有满半年的话，产假期间的薪资都应该是减半发给的。简单来说解释令所采用的是我前面所提到的第一种对资方比较有利的算法。不过毕竟法令只规定了劳动条件的最低标准，如果劳资双方想要用更公平的方式来去计算的话，或许也可以参考第二种分段计算的算法，对劳工来说也才能更安心的在有经济支持的情况之下请产假了。其实我觉得在劳动法令的领域之中，由于法规没办法解释所有的情境，很多时候都要仰赖主管机关对于特定的问题提出进一步的解释，或是有劳资争议的个案进入到司法诉讼的程序之后我们才可以知道确切且实务的做法。可是也不得不说，这一类没有公开，但是又对劳动权益影响深远的解释令，其实还算蛮多的。如果这些资讯能够更加透明的话，应该是可以多少降低劳资争议发生的几率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影片的内容啦。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也请多多帮我们分享喽。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